伊藤雄彦的话让伊藤惠美以及伊藤菜菜子听得目瞪口呆。姑侄二人相视一眼，均是满脸的不可置信。伊藤雄彦见两人瞠目结舌的样子，不由得原地做了几个高抬腿，难掩激动地说道：惠美、菜菜子，你们看，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，这双腿真的不是假肢，是我自己的。伊藤惠美霎时间惊呼一声：纳尼？欧尼酱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一旁愣住的伊藤菜菜子忽然回过神来，快步冲到父亲跟前，激动无比地问道：欧多桑，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？您的双腿真的恢复了。伊藤雄彦双眼再次噙满热泪，不住地点头道：这是真的，菜菜子，欧多桑的腿真的恢复如初了。伊藤菜菜子顿时欣喜若狂，他下意识地转过身，看着身后不远处的叶晨，哽咽道：叶晨君，是你治好了欧多桑的腿，对吗？叶晨微笑轻轻点了点头。伊藤菜菜子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，这一刹那，他忽然双手拽着和服的衣摆，迈步向着叶晨狂奔，在快要跑到叶晨面前的时候，张开双臂，一头扑进了他的怀里。此时的菜菜子已然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述他对叶晨的感激之情，此时的他只想用尽全身的力气与叶晨紧紧拥抱，而叶晨感受着菜菜子那柔软而又带着阵阵芳香的身躯，心中也不禁涌起爱怜。正如叶晨此前跟伊藤雄彦说的那样，自己救他全是为了菜菜子，为了看到菜菜子如今这开心激动的模样。至于伊藤雄彦本身，不过就是用来让伊藤菜菜子开心的载体而已。伊藤菜菜子紧抱着叶晨，将脸埋在他的胸前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千言万语此时堵在喉咙，反倒让他说不出话来。他只想这么紧紧抱着叶晨，久一点，然后再久一点。扑在叶晨怀中的菜菜子口中仿似自言自语一样，用文字般的声音轻轻呢喃了一声：谢谢你，叶晨君。叶晨听到了他细微的声音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抬起手来，在他后背轻轻拍打了几下。两人没有再说什么多余的话，似乎是约定好了一般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苏若离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心中羡慕的同时，也不禁感叹叶先生与菜菜子小姐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叶先生身边有那么多对他倾心的女人，但没有一个能做到像菜菜子那样，与叶晨处处都显得那么般配，真是让人羡慕。心疼哥哥的伊藤惠美此时也情不自禁地轻轻抱住伊藤雄彦，一边流泪一边哽咽道：欧尼酱，自从你出事之后，我每天都盼着你能振作起来，如今我终于能如愿了。请你以后一定不要再陷入之前那种颓废的状态，拜托了。伊藤雄彦深知妹妹对自己的关爱，连声说道：惠美你放心，欧尼酱从今日起便是天塌下来也绝不会再自怨自艾了，我一定会振作起来的。这时另一个浴室的房门打开，身穿同样运动服的田中浩一颤抖着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当他看到伊藤雄彦，他顿时泪如泉涌，带着几分嘶哑，激动地哽咽道：大人，您也恢复了。伊藤雄彦看着同样站起身自己走出来的田中浩一，眼泪再一次不争气地流了出来。他立刻向着田中浩一伸出了手，同时也迈出腿向着他走了过去。田中浩一见此，更是伸出两只手，快跑两步迎上前来。主仆二人激动万分的双手紧握，伊藤雄彦泪湿满襟，欣慰无比地说道：田中，我伊藤雄彦能有今日，离不开你的守护。如今见你也恢复如初，我便真的无憾了。
田中浩一更是抽泣着说道：“大人，看到您重新站起来，对在下来说，比任何事都更重要。”叶晨见主仆二人惺惺相惜，心中感动的同时，也不禁开口提醒到两位断肢重塑，这对外界来说还是有些惊世骇俗了。所以两位回到日本之后，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暴露双腿重塑的细节，以免引发不必要的关注。伊藤雄彦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一定一定，请叶先生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任何外人看到我这双腿。”田中浩一也表态道：“在下也一样，请叶先生放心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你们若是不可避免要出现在外界视线中，记住尽量穿长裤长袜便是。若是外界质疑，便对外宣称是选用了量身定做的高科技假肢，并且经过了专业的康复训练。”两人立刻异口同声地答应了下来。叶晨这时候看了看时间，距离预定的晚宴时间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左右，于是他便对两人说道：“你们二位好不容易刚刚恢复，肯定迫不及待地想出去走走转转吧。”两人相视一眼，一时间也不敢接话。其实他们两个甚至恨不得出去跑个半程马拉松，以此来抒发心中的激动之情。可是叶晨毕竟刚刚说过，让他们尽量不要暴露，他们自然不敢说出心里所想。叶晨自然也知道两人心中在忌惮什么，于是便微笑着说道：“这里是纽约，不是东京，而且天色也晚了，只要你们戴上口罩，我相信不会有人认出你们。”说着，他指着客厅窗外，开口到酒店对面就是纽约大名鼎鼎的中央公园。这里风景优美，环境静谧，很适合散步或者慢跑。依我看，不如我们都趁着开没到宴席开始的时间，一起出去转一转。在落地窗外的下方，是大片的绿荫与湖泊，那便是曼哈顿占地数百公顷的中央公园。伊藤雄彦与田中浩一听闻这话，自然是激动不已。伊藤雄彦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，激动说道：“叶先生这个提议实在是太好了。”说着，他忽然想起什么，脱口道：“叶先生，你之所以给我们准备运动服，应该就是想让我们出去走走转转吧？”对，叶晨微微笑道，随即看着伊藤菜子，抱歉地说道：“菜子，我没给你准备运动服，我是真没想到你会穿和服过来。”伊藤菜子抿嘴一笑，不但穿了和服，而且还没带任何换洗衣物。一旁一直没说话的苏若离连忙开口道：“伊藤小姐，我有些一次性的贴身内衣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给你一套先应急，但是运动服我就实在爱莫能助了。”伊藤菜子感激一笑，说道：“谢谢苏小姐，有内衣就够了。”说着，他抬头看向叶晨，红着脸问叶晨君：“如果我穿这身和你一起去散步，你会嫌弃我吗？”叶晨微微一怔，旋即笑着说道：“当然不会。”伊藤菜子羞赧一笑，露出两只小小的虎牙和两个浅浅的酒窝，随后对叶晨说道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就穿这身和你一起去逛中央公园吧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